2026年的开局 ，WTI 原油正在每桶80美元到85美元这个区间剧烈震荡，每一次跳动都牵动着无数人的神经。布伦特原油更是隐隐有突破90美元大关的架势，彷佛一头蓄势待发的野兽。而另一边呢，标普500在高位盘整，纳斯达克正在经历一次技术性的回调。很多人一看到这两条线，一条红色的油价线往上冲，一条绿色的股价线往下掉，心里那个恐惧的开关立马就被打开了，脑子里自动播放那些财经新闻，日复一日给你们灌输的陈词滥调，什么通胀又要来了，美联储又要加息了，经济要衰退了。于是你手心冒汗，想着赶紧清仓离场，生怕手里的钱一夜之间缩水，甚至有人已经开始在那边喊住要现金为王，觉得世界末日要来了。如果你现在也是这种心态，那我即使得罪你也要说一句，你这是在用直觉挑战资本市场的智商，你就是最典型的韭菜思维，活该你在股市里赚不到大钱。今天这期视频我会讲得很深，内容很重要，我建议你拿个本子记下来，因为我要讲的不是教科书上骗你的废话，而是我在这个市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用真金白银砸出来的血泪经验，更是你能不能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利用人性的贪婪实现阶级跨越的关键。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我会把这个逻辑拆碎了，融进你每天的衣食住行里，甚至包括你如果想去旅游，想送孩子留学，想移民，油价和股市的这个博弈关系，怎么决定你口袋里的钱是变多还是变少？先别急住反驳我们先看一组最真实的数据，别听那些新闻联播式的废话。最近这几个月，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诡异的现象？油价明明在涨，但是某些板块的股票不仅没跌，反而像疯了一样在创新高。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市场逻辑早就变了。大家都知道，传统的金融教科书就是那些让你亏钱的书，都告诉你油价涨，企业成本增加，利润变少，所以股价跌。听起来很有道理，对不对？简直是无懈可击的逻辑。但我告诉你，这个逻辑在当下的市场环境里，不仅是错的，而且是一个巨大的陷阱，是华尔街那些大鳄专门为你这种只看表面的人设计的捕鼠夹。你想想看，如果赚钱真的这么简单，看一眼油价涨了就去做空股市，那这个世界上还有穷人吗？所有人都发财了，现实是大多数人都在亏钱。为什么？因为你被线性思维给绑架了。你去翻翻过去20年的历史数据，你会惊讶的发现，在超过60%的时间里，油价和股市其实是同向运动的。也就是说，油价涨，股市反而涨得更凶。为什么？因为油价是经济的血液，当全球工厂都在加班加点，当大家都在报复性旅游，疯狂开车出门消费的时候，对油的需求自然会爆发。这时候油价涨是因为需求旺盛，这对股市来说简直是最大的利好，是经济复苏的春药。可为什么现在的新闻都在吓你？因为现在的市场逻辑变了，它在炒作通胀成本，但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陷阱。我来讲个我自己的故事，带一点心理层面的东西，你们听听看是不是很熟悉？大概在几年前，我也是那个天天盯着财经新闻看的小白，那时候油价因为地缘政治，也就是哪里又打仗了，突然从60美元一路狂飙到100美元，我当时心里的贪婪一下子就冒出来了，我觉得我抓住了财富密码，我想都没想，直接反手去做空股指，我觉得自己聪明绝顶，甚至开始幻想赚了钱要换什么车，结果呢？那一波行情，股市不仅没跌，能源股带着大盘直接拉升，我就眼睁睁看着我的账户从浮盈变成浮亏，最后爆仓，几个月的工资一瞬间化为乌有。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盯着天花板在想，我是不是哪里蠢？后来我才明白，不是我蠢，是我太天真，我忽略了人性，忽略了市场的情绪。那个时候，市场炒作的不是成本增加，而是经济复苏，大家觉得油价涨是因为工厂都在开工，大家都在开车出门，经济好的不得了。那股市能跌吗？当然不能。所以如果你只看油价涨跌这一个指标，不看背后的情绪和资金流向，你注定是被收割的那一个。这就是我想告诉你们的第一个核心观点，油价和股市的关系从来不是跷跷板，而是一场复杂的情绪博弈。你要赚大钱，就得学会利用别人的恐惧。当大部分人看到油价涨就开始恐慌抛售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不是跟住跑，而是要像猎人一样，静静地站在旁边，观察这到底是通胀的毒药，还是复苏的春药。这两者哪怕只差一点点，你的操作方向就是天壤之别，一个是暴富，一个是破产。我们要把眼光放得再生活化一点，别整天也是 K 线图。你想想你自己的生活，假设现在油价涨了，汽油变贵了，
你去加油站加满1箱油多花了50-100块，你会心疼，你会骂娘，但是你会因为油价贵了就不开车去上班吗？你会因为机票贵了几百块就取消你筹划了半年的蜜月旅行或者商务出差吗？大部分人是不会的，这就叫刚需。在这个刚需面前，你会发现某些行业根本就不怕油价涨，比如航空公司，你以为油价涨了航空股必死，未必。如果这时候大家手里都有钱，报复性消费，机票涨价你照样买单，航空公司的利润甚至可能更高。这就是我说的，不要用穷人的思维去揣测资本的运作。再举个更扎心的例子，关于留学和移民的。我知道看我视频的很多人都有这个打算。油价涨通常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能源出口国的货币会变强，比如加拿大元、澳元。如果你这个时候打算送孩子去加拿大或者澳洲留学，或者你想移民过去带钱过去，油价大涨对你来说简直就是噩耗，因为你的本国货币兑换过去无形中缩水了一大截。这时候你还在盯着股市跌不跌，你应该盯着汇率。如果你懂这个逻辑，在油价刚开始抬头的时候，你提前换汇或者买入一点跟能源挂钩的资产对冲一下，你孩子的学费就赚回来了。这就是金融思维在生活中的降维打击。你不懂，你就只能在这个游戏里被动挨打，眼看着辛辛苦苦赚的钱被通胀和汇率吃掉。所以这期视频我们要聊的绝对不是简单的买还是卖，而是一种思维的重塑。好，既然我们前面说了，油价涨不代表股市一定跌，那你肯定会问我，那到底是谁在亏钱？总得有人买单吧？问得好，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核心，转嫁的艺术，这也是富人思维和穷人思维最大的分水岭。你要记住一句话，在资本的世界里，强者永远不会自己承担成本，他们会把成本转嫁给最底层的人，也就是屏幕前的。如果你还不醒悟的话，我们来具体看看板块。油价涨了，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完了，制造业要死，物流公司要死，航空公司要死，因为油是他们的血液嘛，成本高了，利润就没了，对不对？这是典型的直线思维。我们来看看真实的商业世界是怎么运作的。举个最简单的生活例子，你去超市买一包薯片，或者买一块进口的牛排，如果油价涨了，运输成本高了，这家食品公司会说，哎呀，油价太贵了，我们少赚点吧，别苦了消费者吗？别傻了，他们会利用这个机会，把价格涨得比成本还要高。油价可能只让运输成本涨了 5%， 但它会把商品价格涨 10%。理由是什么？通胀嘛，原材料涨价嘛，没办法呀，亲。结果是什么？这家公司的财报出来，利润不仅没跌，反而因为涨价策略赚得更多了。这时候如果你因为成本论卖掉了这家消费巨头的股票，你就成了那个被甩下车的傻瓜，股价随后大涨。因为华尔街看的是定价权，谁能把高油价转嫁给消费者，谁就是王者。所以当你看到油价涨的时候，别急住跑，你要去找那些消费者不得不买且敢随便涨价的公司，比如那些生活必需品巨头，或者是拥有强大品牌护城河的企业。这就是为什么我有时候反而会在油价大涨的时候加仓某些消费龙头，因为我知道他们又要积极收割消费者了，而我要做那个收割者的股东。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残酷？这就是现实，利用人性的弱点，懒惰和无奈。消费者面对涨价通常是无奈的，且懒得去计算真实成本，这就是商机。再来聊聊大家最关心的科技股，很多人手里都有科技股，对吧？通常逻辑是，油价涨导致通胀高，央行为了遏制通胀就要加息，加息对科技股就是杀估值，所以科技股必跌。这个逻辑大体没错，但在某些特殊时期，它会失效。为什么？因为人性的贪婪会战胜对利息的恐惧。回想一下最近的 AI 热潮，如果市场觉得这个科技能改变世界，能带来10倍100倍的增长，你觉得华尔街那些嗜血的资金会在乎油价是80还是90吗？不会的，那时候市场的情绪是极致的贪婪，这种贪婪足以掩盖油价带来的噪音。我看过太多次了，油价在那边飙升，那边纳斯达克照样创新高，这时候你要是死守住油价涨科技跌的教条去放空科技股，你会被碾压的渣都不剩。所以你要学会听市场的呼吸声。当市场处于强势的多头情绪中，油价上涨会被解读为需求旺盛，只有当市场本来就虚弱，大家都很害怕的时候，油价上涨才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再把话题拉回到你的生活，这部分可能比股票更影响你的钱包。你们有没有发现，每次油价一涨，机票的燃油附加费涨得比油价本身还快？这其实就是一种合法的抢劫。但是如果你想带家人去旅游，
你会因为这几百块钱就不去了吗？这就是心理学上的沉没成本和享乐适应。你已经请了假，订了酒店，你不会在意这点油钱，航空公司就是吃准了你这一点。还有更深层的影响，就是汇率与留学移民。这是我身边真实发生的案例。我有个朋友2年前打算送儿子去英国读书，那时候油价波动很大，他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就在油价最高点，通胀预期最强的时候，恐慌性的把手里的人民币全部换成了英镑。他觉得英镑稳，结果呢，油价推高了英国的通胀，英国经济陷入困境，英镑后来反而跌了。他这一进一出，光汇率损失就够孩子半年的生活费了。如果他懂一点宏观经济，懂油价和货币的博弈，他完全可以采取分批换汇，或者通过美股账户买一点能源 ETF 来做对冲。如果你要移民或者要在海外买房，油价趋势直接决定了那个国家的生活成本和货币购买力。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这种资源型国家，油价涨，通常货币会涨。如果你这时候要去那边留学或移民，你的本国货币就不值钱了。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做？你要在油价刚启动的时候就锁定汇率，这就是知识变现。这里我要揭露一个庄家最喜欢用的心理陷阱。你们有没有试过这种情况？新闻铺天盖地说中东局势紧张，油价即将突破$100，所有的分析师都在喊快跑，股市要崩。你吓得手抖，赶紧在低位把股票卖了。结果你刚卖完没2天，油价确实还在高位，但股市突然 V 型反转拉起来了。为什么？因为这叫预期管理。庄家利用油价的消息制造恐慌，逼出你们手中的廉价筹码。他们知道油价的波动很多时候是政治博弈，是暂时的。他们在你们恐慌抛售的时候，正拿着大麻袋在下面接货呢。等你回过神来，发现股市没跌反而涨了，你又怕踏空高位追进去，这就是典型的追涨杀跌。你被玩弄于股掌之间。好，说了这么多坑，你们肯定最想知道，在这个油价不稳定的时代，到底有没有稳赚不赔，或者说胜率极高的机会？当然有，而且这个机会就在你身边。我有3个具体的策略给你们，这是我自己一直在用的，简单粗暴但是有效。第一个策略叫打不过就加入。既然你知道油价涨，石油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你为什么手里只有在那里瑟瑟发抖的科技股，而没有一张能源股的船票呢？很多人很奇怪，一边骂油价贵，一边看住石油巨头股价创新高前瞪眼。你要做的是对冲，这是金融圈最性感的词。如果你每个月加油多花500块，那你就应该在股市里配置足够的能源类 ETF 或者石油巨头的股票，让他们产生的利润或者分红覆盖掉你生活成本的增加。这就是我说的生活对冲。当别人因为油价涨而焦虑的时候，你心里是暗爽的，因为你加油站交的钱，股市里几倍还给你了。第2个策略，寻找通胀免疫体。油价涨引发通胀，你要去买那些拥有绝对定价权的公司。什么叫绝对定价权？就是不管它卖多贵，你都得买，或者你还是想买。比如顶级的奢侈品，比如某些高端必选消费品，甚至是一些拥有垄断地位的科技巨头。这些公司的财报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成本涨了 10%， 它售价涨了 20%， 销量还没掉。这类公司就是通胀时期的避风港。第3个策略，也就是最高级的现金为王，等待错杀。当市场因为油价恐慌而无差别下跌的时候，那是上帝在给你送钱。很多优质的好公司跟油价半毛钱关系没有，或者影响很小，但因为大盘跌了，情绪崩了，他们也被带下来了。这时候你要做的不是恐慌，而是拿着你提前准备好的现金，像鳄鱼一样冲进去捡那些带血的筹码。这需要极大的勇气，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投资是反人性的。众人恐惧，我贪婪，这句话说烂了，但真正做到的人，这一次油价波动之后，资产至少上一个台阶。说了这么多赚钱的术，最后我想聊聊到，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折腾，我们这么费尽心机的分析油价，分析股市，难道真的只是为了账户上多几个零吗？不是的，我们是为了选择权。回到视频开头说的旅游、留学、移民，当你看不懂这些宏观趋势的时候，你的人生是被动的。油价涨了，你就不敢自驾游了；汇率跌了，你就不敢送孩子出国了；股市跌了，你就得推迟退休计划。这种生活是被资本裹挟的奴隶生活。但是当你掌握了这些规律，当你会利用油价上涨来对冲风险，甚至赚钱的时候，你就拿回了主动权。哪怕外面惊涛骇浪，你可以自信的对家人说，没事，机票涨了，我们照样去做头等舱，因为这笔钱我在市场里已经赚出来了。这才是投资的终极意义，它不是为了让你变成守财奴，而是为了让你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性时，有一种老子无所谓的底气。我希望看我视频的每一个小白都能慢慢修炼出这种底气。不过丑话我要说在前面，投资市场没有神，我也不是神，
我今天说的所有内容都是基于我个人的经验、历史的数据和对人性的观察，它代表的是我的观点，绝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市场是变幻莫测的，油价可能因为一个协议明天就暴跌，股市可能因为一个政策突然熔断，你的钱是你自己的，赚了是你本事，亏了也要自己扛。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这不是一句空话。在下单之前问问自己，我能承受多大的亏损？如果这个判断错了，会不会破产？如果你回答不上来，那就把钱存银行，别来这里送死。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贪婪负责。如果你能看到这里，说明你已经具备了成为那20%赚钱的人的潜质，那就是耐心。如果你觉得今天我也帮你打破了一些认知的枷锁，如果你不想再做那个随波逐流的韭菜，请你现在就做一个动作，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并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身边那些还在对住油价骂娘的朋友。最后，我想在评论区看到你们的声音，告诉我你觉得下个月油价会怎么走？你是准备贪婪还是准备恐慌？任何一个观点我都欢迎，哪怕你是来抬杠的，只要有逻辑，我都给你置顶。这里是赚钱角度，一个只想对你说真话的频道。我们下个视频继续撕开金融世界的真相，拜拜。